这集我们就来分享如何灵魂出窍。灵魂出窍也叫灵魂出体，那也有人叫做星光体投射，或星光体旅行。星光体，星光体有些不同说法。对，不同说法，但是同一件事。灵魂出窍、灵魂出体要怎么出体呢？那其实它有一个，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你的松果体要够活跃。也就是松果体。松果体就是在我们顶端中心，然后往内延伸，然后眉心往内延伸，然后交叉的那个点。松果体要，之前我们有稍微分享过松果体怎么活化。对，那松果体必须要让它比较活化。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活化，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梦境，就知道够不够活化。如果你常常做梦，然后梦境又很丰富这样子。然后你醒过来又有点记得你的梦，虽然有时候会忘记，但是大部分你都会记得，这样就代表你的松果体是活跃的。在我们松果体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做梦每个人都会做梦，其实有做梦就是松果体有在作用。每个人都会作用，只是活不活跃而已。然后其实每个人都会灵魂出窍，只是知不知道而已。我们常常在做梦然后进入一种梦境，然后觉得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没来过。奇怪，我又没来过这个地方，这是哪里啊？然后看到一些人事物，然后都没看过，没接触过，那就不是你那个平常潜意识记忆的梦，往往有可能就是你灵魂出体的梦，然后到了其他的一个地方去。其实我们灵魂常常做梦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在身体进进出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啊。有一种体验大家就是好像突然从很高空这样掉下来，这样唰一下，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其实那个感觉怎么来的？就是我们通常发生在睡着不久的时候就会发生，或者刚睡着，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灵魂常常会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睡着的时候，灵魂自然离开了身体，但是它又因为某种原因，可能因为身体有感觉或痒，或者有其他的感官，马上把你的灵魂拉回来之类的，或者有声音，然后灵魂刚一被拉回来的时候，那就有点像身体是一个载具。那你要进来就刚好对好那个身体的感觉。身体这是比如说这个是我的灵魂，然后这个你的身体是载具，你刚好要对到的时候，然后就会回来这样。但是有时候出去的很快，然后猛然被拉回来的时候没对好，对到旁边这样就打到撞到这样，类似这样撞到然后砰，然后掉进来这样。原来是这样。撞到然后砰掉进来，那你就会从高空坠落的感觉。这样。原来是这样。没错，其实那是灵魂跑出去回来的时候没对好才会有这种现象。蛮有趣的。然后我们做梦的时候，其实灵魂常常出去，然后常常出去又回来，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灵魂出窍不是一个特异的技能。每个人每天几乎也不是每天，就是常常会在梦境里面发生。那怎样才可以主动的、有意识的去灵魂出窍呢？那这个就要说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清明梦，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才是灵魂出窍。清明梦跟灵魂出窍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它非常接近。那灵魂出窍比较真实的感觉。灵魂出窍比较真实的感觉，而且是像现实的感觉。对啊，真的非常好玩。那灵魂出窍，清明梦它是你在梦境里面，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在做梦。这种能力也同时会开发灵魂出窍的能力，它是一致的，因为跟你的 DMT，跟你的松果体活跃都有很大的关系。可是我不一样，我是喝完死藤水之后回来就莫名其妙的灵魂出窍。那是因为你正处在松果体活跃的情况下，你刚喝完没多久，刚喝完 DMT 是非常活跃的。对，然后我就莫名开启了这个能力了，这样。超有趣的。死藤水是什么？就大家自己去查。未来再介绍。你的梦境，在梦境里面知道自己在做梦，叫做清明梦。那清明梦要怎么开启，要怎么训练？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我们先讲灵魂出窍。灵魂出窍既然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去主导它？其实它有一个现象，就是灵魂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够出去？那就是我们身体感觉不到了，身体睡着了，身体休息了。这时候我们会失去对身体的感觉。我们睡着的时候，我们会有两个状态，就是一个是精神睡着，一个是身体睡着。灵魂出窍要主导的契机，就是在身体已经睡着了，但是我精神并没有睡着。这时候你就可以主动的去
移动你的身体。那移动你的身体，其实你是用想的，不是真的花力气然后去动。对，不是你一动哦，你身体就移动了，然后就醒过来了。训练你的，你要训练你的想象力哦，训练你的想象力，训练你的想象力的有点像肌肉一样。那一块肌肉是你从来没有去训练过的。你要训练你的想象力。对，以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怎么灵魂出窍的。然后身体睡着，然后精神没有睡着，然后我们就可以试着去离开身体。那一开始我们如何去让身体睡着，而精神没有睡着？有的人哦，他灵魂出体的契机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打坐。就是他坐到已经完全感觉不到身体了，他好像一片云一样，他没有身体这样。还好我都没有试过这样。坐的进入比较深层的时候啊，这比较难哦。会比较久才会发生，也不是说比较难，就是你的冥想或者打坐经验，就经年累月这样，就比较久的时候，其实它会进入一种感觉不太到身体，然后感觉到很轻，然后好像在飘的感觉，那个就是灵魂出窍的一个契机。同样是在感觉不到身体，然后意识却是清醒的状态，然后就可以灵魂出窍。灵魂出窍就是要让身体睡着，然后让精神还是清醒。你要暗示自己说，你要在睡觉的时候不断暗示自己，然后跟自己说，当我身体睡着了，我意识还保持清醒；当我身体睡着了，我意识还保持清醒；当我身体睡着了，意识还保持清醒。这样去暗示自己，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直接让身体睡着。怎么样直接让身体睡着？就是我全身放松，然后躺着，先不动，然后我感觉到有点睡意，感觉到身体几乎快要睡着，精神也几乎快要睡着的时候，这时候再做一件事，就是从头开始往脚放松，从头开始往脚，然后去暗示自己睡着。你就说或者从脚往头，其实都可以，两种其实是都可以的。你就说我的头已经睡着了，我的眼睛已经睡着了，我的鼻子已经睡着了，我的嘴巴已经睡着了，我的脖子已经睡着了，我的肩膀已经睡着了，我的左手已经睡着了，我的右手已经睡着了，我的胸口已经睡着了，我的身体已经睡着了，我的臀部已经睡着了，我的左脚已经睡着了，我的右脚已经睡着了，然后我的左脚掌已经睡着了，我的右脚掌已经睡着了，我的左手已经睡着了，我的右手已经睡着了。就把自己暗示过一遍，讲一遍，然后全身都睡着。这时候因为你的身体原本就快睡着了，但是意识因为你去讲这些暗示，所以它会非常清醒。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身体好像没有感觉，身体已经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到来到一个情形，忽然身体有一种震动，你感觉好像在震动一样，一种震动。那震动那个就是灵魂出窍的一个契机的点。你感觉到这种震动虽然这种震动不一定会发生，但是常常会发生。所以我好像还好，我都听到嗡嗡声就嗡嗡声也是，要么就是震动，要么就是嗡嗡声。嗡嗡声是另外一种，身体感觉在有一种震动。然后震动感觉到那个震动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用想象的去移动着你的身体。然后你同样是你听到那个嗡嗡声，有一种听到这种嗡嗡声一样，那时候就是一个灵魂可以出体的一个契机。那在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移动你的身体。移动身体不是用肌肉去移动它，而是用想象的。那有人是喜欢用一种方式想象你的，因为你躺着嘛，你上面有一根绳子一直通到上面。那你就想象你的手去抓那个绳子，抓住，然后往上拉。这很难我试过一直没办法。往上拉，当你拉的时候，就是有点像这样，你拉住绳子之后，然后你往上拉的时候，你身体就会往下拉的时候，你身体就会往上了。对，这样一拉，然后你就往上，往上你就可以离开你的身体就跑出来。可能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同吧，对不对？每个人方式不同，有的人是用转身的，就是想象转身。一转然后就滚出去。转身我也没试过，我有一次是眼睛那个第三眼先睁开，我先打开眼睛，然后才飘出来。还有一次是我是想象我知道我可以出来，那我是就是想用拉绳，你可以出来，就是感觉就是睡觉睡很熟，然后突然我的意识清醒了，我知道我在睡觉，可是我没有动它，它也在睡，它在熟睡。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知道，我就是知道我可以出来，就是知道没有为什么，然后我就试着拉，结果都没用，好难哦。那方法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然后后来我就干脆整个直接爬起来，你知道我是刚克爬起来，最难的就是，搞不好我这样最难，结果办到，就是我就直接用手然后爬起来，撑起来，我直接撑起来，有重量很重那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不知道会不会成功，但是我还是试试看。然后我就坐起来，然后坐起来之后，那时候眼睛还没有打开，然后坐起来我就坐在床边边嘛，就觉得感觉身体很重，就感觉可能是动到身体了，可能是身体，然后就站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眼睛就自然打开，然后我就知道我出来了。可是那个时候身体很重。但是我确定那是灵魂出窍，因为整个房间都变得不一样，外面窗外景色也不一样，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我想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之后再分享。对，这是我起来的方法。就其实看每个人方式可能不同都可以试试看。对啊。所以你是撑起来，那你刚刚说眼睛打开的另外一个方式？眼睛打开是反正那一次是最清楚的，最真实的感觉，就先打开眼睛再出去，对，到时候可以分享。所以我们让身体睡着之后，然后感觉到震动或者听到嗡嗡声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灵魂可以出窍的契机。这时候你就可以做各种尝试，因为每一个人方式都不一样，适合的其实不一样。有的适合拉绳子，那有的适合翻身，有的适合直接坐起来。那不管用什么方式，你就是想办法用想象的让自己。离开你躺着的那个身体，你坐起来也是你想办法去离开那个躺着的身体这样。对啊。那你翻身也是想办法去离开躺着的身体这样翻出来。那拉绳子也是想办法拉，然后把它拉出来这样。然后不要放弃，真的不要放弃。就是我一开始我有一次还以为就是我就是身体起来，但其实不是。结果我起来眼睛睁开才发现原来我灵魂出窍，我还以为是肉体，因为太真实了。真的是因为跟现实那个。五感是一模一样的，灵魂出窍跟现实的五感是一样的，所以不要怀疑，搞不好你是灵魂出窍的。那会不会有人以为自己灵魂出窍，然后从阳台跳下去想飞，然后结果摔死？这个有点危险。我有一次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一次灵魂出窍，就是因为太真实，而且身体太重，我就跳了一下，要尝试飞起来，但是没办法，我就看一下窗外，我就想这一切都太真实了，但我知道外面的景色是我完全没看过，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还是不敢跳下去。就是其实不应该跳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没有把握不应该跳，应该是先尝试自己能够稍微离开地面，然后才去做尝试。对啊，不然如果因为连现实都是梦嘛，连现实都是梦，现实是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当你已经分不清梦境跟现实的时候，就无限可能性都会出现。当你离开身体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你去证明自己已经出体的事情。你就想办法证明自己已经出体了。最容易证明自己出体的就是你的重量等等会跟原来的不同。那你可以尝试着飘起来，或尝试着离开地面，然后停留一段时间这样。然后或者你可以让你的手穿过墙壁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我就跳起来盘腿坐，然后飞出去。这个就蛮酷的，很好玩。然后这样子其实就灵魂就出窍了。出窍之后，其实刚开始出窍的时候，时间没办法久，它大概一下子就会被吸回来。对啊，几十秒甚至更快的时间，几秒钟的时间你就会就拉回来。我很快。这个时间就多出窍，慢慢就会比较久。对啊，那我们想说，灵魂出窍回不来怎么办呢？好可怕，会不会回不来？其实不会。不会啊，不会回得来，一定回得来。我们灵魂离开了身体之后，它会有一条银丝带连接着我们的身体，细细的银丝带。你不要想说，银丝带好细一条啊，等下一碰就断了，那我不是回不来？其实完全不会。你跟身体的那个连接是拉不断的。你还活着，你就完全没办法去切断那个连接。那我们的现实的身体如果有被推动，或被蚊子咬，或者突然痒，或者什么一些感觉，或者突然门外有个声音，这样，我们只要感官上有反应就会被拉回来。那有没有人没有那个银丝带？没有银丝带是另外一种层次。你就没银丝带，他就没银丝带。没银丝带的是
如果你有开悟过，嗯，那你超越了那个生死的界限，那个银丝带会消失，消失了之后就没有银丝带了。可是有一次灵魂出窍，我有听到我妈在弹古筝我还去看她，我还叫她，她都没理我。所以不一定是有声音就会起来啦。不一定有声音就起来，但是有声音就是你的感官有被触动，比较容易会被拉回来，就是这样。不一定会就起来。可能我习惯我妈弹古筝的声音了，对啊。那灵魂出窍要让身体睡着，精神保持清醒。一开始要让身体完全睡着，有困难的话，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调闹钟。闹钟。就平常我们睡眠的时间，比如说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6点之类的，比如说这样子，那我们就先调一个闹钟。我们就调，我们6点钟固定会醒来，或者已经每天都这样的时间，我们就把它调到4点钟。提早2个小时醒来。提早2个小时醒来，这时候啊，其实我们非常累，我们还很想睡。然后这时候啊，我们就让眼睛动一动，然后活动一下，然后让你的精神稍微保持清醒的状态。然后马上又去睡。马上又去睡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身体很容易入睡。你的身体比你的精神还要容易入睡。这时候就让身体赶快睡着。你就看着他睡，你连暗示那个头睡着了，手睡着了，什么都不用，你就看着他，因为他很累，他一下就睡着了。你只要想办法保持你的意识就好了。那这时候你当你感觉到，我身体好像都不会动，都已经睡着了，没感觉，没什么感觉，这时候你就可以尝试用想象力去移动你的身体。但是同样的，如果你的意识保持清醒，然后身体已经睡着，它同样常常会发出一些讯号，就是震动或者嗡嗡声，一样会发生。那当你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100%去尝试离开你的身体了。灵魂出窍是一个很好的灵性的提升。怎么说呢？它会让你知道说，这个世界其实不只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对啊，我们看的这样，它有另外一个层面。那一切的事物都似乎超越了我们原本的界限。我们原本设定我们想说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其实它会松动你对现实的看法，是一个很好的灵性的训练。它也是帮助我们在未来产生一些不同作用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先驱这样。先有了灵魂出窍之后，慢慢你就可以清明梦啊，其他一些事情你就可以达成。慢慢你就可以让梦境跟现实的界限不要那么清楚。像灵魂出窍跟清明梦，我们就可以在梦境里面用精神去改变现实的一些状态。你可以尝试用精神去制造一些东西，或者改变一些事物。比如说你想象前面出现一朵花，那你有办法出现那一朵花，那就是你的意识可以很快的去显化一个事物出来。那把这个感觉，如果你带入现实当中，你醒过来也把它当成一场梦，要很100%当成是一场梦。你已经经过了灵魂出窍啊这些训练，所以你抓得到那个你怎么样去改变现实的感觉。那你又把真的现实当成是梦境，那这2个感觉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就有可能在现实里面真的去改变了一些事情，用你的想象力，这是一个钥匙。OK，拜拜，拜拜，快睡着了。